Sorry， 我什么？很热很热。手干嘛？我干嘛？Will you marry me？ 这个好看，哦，哎呀，很不错嘞，很适合你嘞，我觉得。我也喜欢这个。两个要选。哎，阿哥，你们在看结婚的东西呀？哎呦，我跟你们讲，结婚是一生一次的大事哦，一定要在五星级酒店摆50桌才有面子，才可以赚钱，你们知道吗？结婚可以赚钱咩？我以为只会花钱。可以赚钱的。哎呀，你们年轻人不懂啊，听我就对了。赚什么钱？戒指不用钱啊，婚纱照不用钱啊，哈利温不用钱咩？玛丽，这里真的很不错哎。我就知道你会喜欢这个地方。小姐眼光真的很不错。我们现在在 run 一个 promotion，weekend night dinner 只要2000块钱一桌而已，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小姐，请问你要订几桌呢？一桌2000，那30桌就6万啊！我和 Cassandra， 刚才我跟玛妮去看那个 wedding banquet， 我要怎么挤出6万块钱来结婚？哎，你们那时候结婚，你们到底花了多少钱？因为我另一半不是新加坡人，他的家庭是在台湾，所以之前我们筹备的时候，我们已经算一算哦，新加坡和台湾都举办婚礼的话，至少是20万，20万。所以我们最后不摆酒席，我们只是请了大概3桌，然后衣服也是 online 买的，便宜，对。然后ROM 其实在新加坡不贵，好像42还是48元就可以拿结婚证。其实身为一个男生，听到他这一番话，我挺开心的。不是说每一个另一半都会了解。你老婆也这样子？他也是这样子的，对，老婆你也是这样的。那以你们来看，我到底要存多久才能跟玛妮结婚？因为我也怕跟别人跑掉。哈？玛妮，average 是大概3万。我们有去 survey 看那些 prices on the lower range， 大概如果你可以存到一个17000，还是可以办得到。我是看说你得控制好2600左右啦。对对。所以如果可以存一个28%的话，大概500元，加上玛妮以后出来打工省一个20%，可能1-2年之间就可以了。But 不是5星级，这些东西还是要顾虑到的。不是5星级。你们有没有什么 tips 可以给我？就什么方面可以省一点钱的？酒楼食物好，我刚刚最近不是因为我要结婚第2次 ，Excuse me， 可是最近我去看那个价钱，对不对？可能70到200中间，因为你刚刚毕业嘛，你朋友大概也是刚刚 start， 他刚刚开始做。70到200是那个红包钱吗？per pax， 所以一桌可能是700。也大概就是哇， 40扣好多哎。对，2000 versus 2000 versus 400。对 ，and then of course 这些是比较小人做的东西啦，可能请在 weekday lunch， 可能你的朋友比较不可以请假这些。哦，那他们不可以来。对的。如果你去酒店，当然是我给你
一个房间啊2晚这些东西，但酒楼的话，他们可能会给你说就是 free flow 酒楼。因为那些酒楼啊、酒店他们了解人家喝不多，所以如果你来我这里的话，我给你 free flow drinks part of 那个 package。当然他们不懂你的朋友是酒鬼不是酒鬼啦。有那么多东西要筹备，你们当初有没有就是 engage 一个 wedding planner 帮你们就是 plan 全部的东西？你看你 big skill 还是 small skill？ 因为我的最后，我觉得我请个 wedding planner， 我已经够烦了工作，他还在烦我，一直在问东西，我就 OK。通常你去的这些 venue， 他们每一个周末啊，可能都已经在摆喜酒了， right？ 他们已经很有经验了。对。那时候我本身是我直接跟办我的婚宴的地点说。我不知道要怎么做，然后他们就跟我安排从 A 到 Z， 哪一道菜你要走出来第一次啦，哪一道菜你要走出来第2次啦，你的香槟这些都已经准备好给你了。所以那个你没有还额外的费用 for 这个酒楼的 staff？ 对，完全不需要。最多你给个小费。给一个红包，对，所以那时候我给的红包也蛮慷慨的，也不是很慷慨，因为真的是省很多嘛。如果我真的不要打破我的公主梦，我还是要在5星级酒店的话，我看过有些朋友就是拿 wedding loan， 你们会不会介意我去拿这些贷款？其实现在是处在一个高利息的状态，你结婚后要有房子要供，车子呢，小孩，与其拿贷款来供一个婚宴，不如就酌量而为，贷款可以拿来做别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生活的，拿贷款容易，供贷款难。因为你请的时候，你就会说 ，OK， 我请 A 会带他的另一半 B 来，对，然后他们可能会包200 times 就400块的红包。可是如果说当天他 RSVP 了，可当天就说，孩子不舒服，可是你已经还了那桌子的钱了，是一个亏损。我们结婚不可以以赚钱的概念来想了，对不对？我会说了，我会介意的，就是说，你的婚宴可以摆10桌到15桌，也挺不错的，因为当天来讲，你要 celebrate 的也是要是 close friends 嘛，不是说可能我中学见过2次的，就是那 hi bye 朋友就不用去 invite 了。不是说不用去 invite 啦，如果真的是不够位置的话，就不要紧嘛，他们也能理解的。所以办越小心越好。另外一件事啦，好像说，如果你可以跟那个 venue 来一个 arrangement， 说 instead of我现在付一个定金2000块，可能1年后等我摆完喜酒我才还 balance， 可能你可以跟他要求说，我可不可以用 credit card 每个月还 installment？ 对 ，then credit card 信用卡of course 他们会有一个 cashback component。我之前还看到一个网红就说他也最近在一年前结婚，他其实就是以 mouse card 来还这些结婚的费用。其实过后你的 honeymoon 是一个 subsidize， 可以帮你补助你的honeymoon 的费用。所以最终的问题，其实办婚礼是能赚到钱的吗？是有啦。我们虽然我是讲说，试着不要亏了。对啦，虽然我是讲说试着不要亏，重点是用信用卡，要 make sure 你可以还的。因为信用卡会更多的负担，对吗？它的利息比你拿一个 wedding loan 还高。如果你是让它利息滚利息的话，对。所以就是同样一句了，量力而为。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知识点。第一，设定可行的婚礼预算和规模；第二，善用信用卡和婚宴场地的服务；第三，赚钱不是重点，不亏钱最重要。